因为苹果的市占率很低嘛，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们在青少年族群里面，他们市占率超过了87%，而且还是在很多不同的产品线里面都持续保有高市占率，这个好像跟我们先前以为不太一样。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最近有一些新闻，我觉得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些新闻的讨论啊，然后分享你们的看法。那首先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在讲 iPhone 14哦，最近有一个消息传出来，新的工程图，然后在里面有非常大的亮点。那第二个新闻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市调公司他们在讲 iPhone 或者说苹果整个产品线里面的这些市占率，最重要是在青少年族群里面，然后苹果有持续的成长。这个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细节值得大家来讨论的。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某方面也代表说，苹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在下一个产品的世代里面，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基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 iPhone 14的这个消息。那现在这个新的工程图呢传出来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精密。那它在精密到连所有的尺寸啊、厚度啊、相机啊，那甚至是萤幕边框等等，都有更多的细节出来。那这个传出来的人呢，他在 Twitter 上面的一个苹果爆料，应该算是神人啦。我们现在如果再去看回他以前的爆料的话，那最近开始有很多人对他讨论度非常高。那重点就在于说他先前的爆料，很多先前没有被讲出来的，他们现在回头去看他的档案啊，里面很多提到的一些苹果新的产品消息，非常多是在很多人都没有在讲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讲出来了。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大家觉得说，他的爆料准确度其实真的算是非常高。那他最近流出的这些 iPhone 14，应该算是 Pro 系列工程图。那最重要，我们知道现在应该算是最大的亮点，就在它上面刘海的地方会移除，变成这种药丸式的大孔。那先前我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变成这种药丸式的大孔，那它离上面的，比如说它听筒啊，还有萤幕的距离是非常短的话，那这样到底意义在哪里？那可能就是说你在可以看的范围只是稍微变多了一点点。那如果它拉得很近的话，这样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改变？那在现在这个新的工程图里面所有的尺寸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亮点就在它整个萤幕边框的地方。那以他们现在比较精密的计算出来，这个萤幕边框的厚度比先前少了20%。以这个萤幕边框变窄的部分来看的话，单纯如果说就算刘海没有移除的话，它的萤幕占比也会变大。那到现在再加上刘海移除的话，它整个萤幕占比又会比先前系列的 iPhone 都来的还要大。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解决我先前对它的疑虑了。因为其实 iPhone 的打孔跟其他厂牌的打孔不太一样嘛，其他厂牌的打孔目前就是一个小孔，那 iPhone 因为 Face ID 的需求，他们也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长形的打孔、椭圆形的打孔在上面。那这种时候它本身就占掉萤幕蛮大的部分，然后如果再加上跟边框很近的话，就好像失去它的意义。那现在它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设计，它要把它整个萤幕的边框再变得窄一点。那我觉得在整体视觉上的平衡度也会进步了不少。那个人我是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看到我们可视的这些数据里面看到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齁。那因为目前也只有看到 Pro 系列，那不太知道说在其他的14系列会不会有一样的这个萤幕占比会向旁边拉大的这样的设计。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在刘海没有移除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目前知道是在14跟14 Max 才会保留现在现有的刘海，那这种情况下，萤幕占比要不要整个拉大，其实就不太有它的意义存在啦。因为如果再这样去拉大的话，可能刘海就会显得更为突兀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方面也会变成 Pro 系列跟一般系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点。那除了我们先前讲到的嘛，可能在处理器啊、萤幕它的规格上面、相机的规格上面，那甚至在刘海设计上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那这个我觉得也会让大家今年在选择 iPhone 14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去比较跟考量。OK， 好，那下一个新闻呢，我们就是美国现在有个市调公司，他们针对美国的年轻族群做市调。那他们其实持续非常多年，一直都有在做这样的市调。那他们主要市调的产品就是 iPhone 啊、Apple Watch 啊，还有 AirPods。那这个当然不单单只是说苹果本身的产品他们会去比较说跟其他厂牌，比如说在行动装置上面，可能穿戴装置啊、苹果手表啊，然后可能跟其他厂牌他们需求度、市占率还有好感度的差别那他们这次市调美国的青少年里面，那总共横跨了44个不一样的州，那总共7100名青少年。那其中呢，在 iPhone 系列上面，他们高达87% 都是 iPhone 的使用者那其中呢，高达18% 里面的人使用的是最新款的 iPhone 13系列的产品。那这个相对去年呢，他们一样的市调，在 iPhone 12系列里面只有高达12%，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成长。那同个时间呢，在苹果手表 Apple Watch 里面，他们的拥有者市占率也从去年的30%
提升到了34%。那再来，在下一个产品线就是在蓝牙耳机的地方 ，AirPods 的部分在青少年里面的市占率高达了72%。那当然美国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那他们消费族群的消费力也是非常的高。那即使是青少年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来怎么解释跟消化这个数据？因为他们其实历年都有做类似的市调，我们看到说它是逐年的提高哦。那其实它在这个品牌好感度上面，就是说他们问青少年说，如果你现在使用的不是 iPhone， 那你下一支电话要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苹果吗？那其实他们选择苹果的意愿也是逐年在提高，而且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这个对苹果而言，或者是对其他厂商而言，我觉得他们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那虽然你们可能会说这个市调是只有在美国做，那我个人觉得美国其实还是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国家，排除说苹果本身也是一个美国公司之外呢，美国在消费市场里面也算是最强的一个市场。那当然，单单以人口看来，我们现在其他国家还有中国啊、巴西啊、印度啊、日本什么等等的国家。那我为什么觉得说美国是一个最具指标性的一个市场？其实以现在的流行文化里面呢，不管是说现在的影音内容里面啊、流行市场等等，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领头羊的地位。那因为这样呢，加上它的高消费能力，这也是非常多厂商在竞争的地方。所以你要进入这个市场，相对而言，你得到的竞争也会比其他市场高上不少。因为其实在很多类型的产品里面如果你能把美国吃下来，或者说你能在美国占到一个主要的地位的话，那其实在其他市场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个时间呢，也因为竞争多呢，有很多不同的厂商持续在找出一个吸引消费者或是吸引新一代消费者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以一个品牌来讲，要长时间在这个市场维持，不管是市占率或是品牌的好感度，其实都是非常的困难。那更困难的一点是，你要怎么持续去吸引到新一代的消费者？那我们其实从社群内容上面就可以大致上看得出来，这20年来的演变，像是我们先前大家都还是在看电视那可能青少年他们主流这个讯息或是节目的来源，可能就是 MTV或是一些给青少年看的这些真人实境秀。那另外像那个时代的这个社群媒体网络的社群媒体，当年的龙头呢就是 MySpace。那很多观众，我相信你们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看这20年的转变有多大。从内容吸取的这些习惯性还有媒介来讲，都已经从传统的电视媒体转移到网络上面。那虽然都一样是在网络，也不代表说如果你在网络这个市场里面先占下一个市占率，就可以一直成功延续到现在。那就像 MySpace 嘛，那当年取代掉他们的 Facebook， 到现在基本上也是岌岌可危。之间还有那个短影音平台叫做 Vine， 还有 Snapchat什么等等的，这些也是他们曾经都是红极一时，然后也是很快的就凋零下来。更不要讲电视新一代都没有在看电视，那也没有人听过所谓的什么 MTV。那现在主要的内容来源可能就是 YouTube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什么等等。那从这边你就可以看起来，这20年间这个新一代一直在改变他们，不管是消费习惯，或者是他们内容取得的习惯，或者资讯来源的这些媒介，全都不一样了。而且在这20年间，也是有一直不断的在改变那在2002年的时候，苹果还在做 iPod。那虽然说市占相对来讲跟现在他们的产品线来讲是小了不少啦，可其实当年 iPod 在年轻族群也是有非常高的市占率，然后品牌好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苹果一直在这20年之间不断的演化，然后持续在年轻市场新一代的青少年市场里面得到非常高的市占率跟好感度，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其实苹果一直以来他们的产品都不是单一一个东西而已，他们是软硬体之间紧密的结合嘛，然后加上现在还有服务性质的产品。那其实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苹果一直都是走一样的路啦。从当年成功的 iPod 看起来，很多人常常单一面向的去看这个产品，说它是一个设计很精美外形很漂亮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但其实它的成功绝对不只是它的外形啦，从你拿上手去使用它的这个操作界面软体那更重要是，如果你要进行这些音乐这些的整合，你都要使用 iTunes。那我当初也是一用了 iTunes 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软体也写得太好了。那再延伸到可能苹果他们卖他们的影音内容音乐内容的这个音乐商店。那其实如果你细去看的话，整个 iPod 它整个品牌就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生态链在里面。那 iPod 本身从一开始的定位，像是它的品牌形象包装什么等等，都成功吸引了非常多族群进来。那更尤其是年轻的消费族群。那你进入之后，你就必须要使用 iTunes 来整理你的音乐嘛。那进而的你去体验苹果软体设计的逻辑，那很自然的，你对苹果这个品牌接触的频繁度，就可能从先前的几乎没有，到现在你天天会去使用它。那再进一步嘛，你可能就会想去苹果商店里面走走看看他们有什么新产品。那其实一步步的都是在吸引你对这个品牌的黏着度。那后来到了 iPhone 的时代，也一样是一个生态链的紧密结合。从一开始你转移到 iPhone 上面的时候，你还是要使用 iTunes 来进行连接资料的传输。那到后来呢，他们也成功从音乐商店转移到上面的 App Store。那甚至是他们连移出一个耳机孔都能开发出一个超级成功的品牌 AirPods。
AirPods， 然后再还有 Apple Watch 啊，还有跟 Mac 上面接力的紧密结合。那我们就举例啦，一个年轻人或者任何一个人买了一台 iPhone 之后，那你自然会申请一个苹果账号，那你就有一个 iCloud 的账号在里面。那可能慢慢你觉得说，我储存空间不太够用啊，然后加上你又有在听音乐的需求，那你就会去想说，那我如果要升级我的储存空间，我是不是直接去订阅他们新的 Apple One 就好了？价格相对更便宜啊，然后又包含更多的服务在里面。那就因为这个动作，你接触到了更多苹果服务性质的产品。那再来，你可能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因为你要听音乐嘛，你就很自然的会去选择 AirPods。那本身我们也要比较平心而论来说，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产品哦。那不管是在通话音质上面啊，还有它在生态链里面的整合的一些新的功能在里面，它其实都是一个蛮独特，在生态链里面蛮好使用的一个产品。那当然也不可否认啦 ，AirPods 在年轻一代里面也算是一个蛮指标性的产品。那再进一步，或许你现在课业上或工作上需要，你可能要选一台平板或是电脑，那你也理所当然的可能会先去想到 iPad 嘛，对不对？因为你想说，我都有 AirPods， 我还有 iPhone， 那我又有苹果的账号啊，还有 iCloud， 那现在我如果又买 iPad 的话，那他们之间档案在传输啊，或 AirPods 共用上面都是非常的方便。然后你就这样一步步的买下去的苹果产品。那当你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很难跳脱这个生态圈了。那当然，如果你是本身对科技这些服务性质啊，或者这些使用方面非常了解，或是研究非常深入的人，你今天要转换系统并不是太困难。可是对一般广大的消费者而言，他没有必要去担这个麻烦嘛。如果使用东西都顺，他干嘛去换系统？那更何况苹果的产品也没有不好，也是非常好。那另外一点很成功呢，我看不太出来，就是苹果怎么做到？他们在这个品牌好感度跟形象上面，因为感觉起来似乎他们没有很刻意在经营这个地方，至少是看起来啦。那从当年Steve Jobs 的时代来讲的话，他其实对这些社会议题啊，甚至是政治正确这些等等，他都没有太在意或是太多的参与。那到现在Tim Cook，我觉得他参与度就是高了非常多。那某方面也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个性的问题，就是他比较在意这些层面的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跟品牌好感度并不能做成一个太直接的关联，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老品牌，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经营，但其实得到的成效都不一定很好。那主要呢，也是这些老品牌非常难提升他们在年轻族群啊，或者是新一代的这个好感度。因为今天如果当一个品牌被新一代或是下代的人定位成说，那个是我爸爸会在用的东西，像是 Facebook， 那这种时候你这个品牌形象就很难挽回的回来。而苹果并不只是单一这个品牌，或是单 iPhone 这个产品，而是在非常多产品线上面都维持这种新一代的高的好感度跟接受度。那其实我们也陆续看到非常多品牌想要复制这种模式，可是都没有很成功。那更难得的是呢，苹果可以在这个好感度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下代，然后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在持续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值得研究的模式啦。到底一个46岁的老品牌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那以现在这个趋势看起来，苹果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所看的可能元宇宙啊，或者是 AR、VR 的时代来讲，某一方面他们在旧用户上面也可以用这种生态链里面各种不一样的服务帮助他们。然后在青少年呢，甚至是下代的，他们也是有办法一直去吸引他们进来。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他们在进入下一个时代来讲，他们相对其他品牌有一个更好的基础。那当然，或许很多观众也是对这个方面更有研究，我也希望听听看你们大家的想法。那可能是你单纯对苹果这个品牌有什么看法，那或者是你本身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啊，那你对苹果这个品牌的想法的感想是什么？你喜欢它的地方在哪里？那或者是你对品牌经营可能很有研究的人，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到底苹果是怎么在这个方面操作的这么成功？那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也可以让其他观众参与讨论。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